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前一段时间 Hot Toys 刚刚出货的，也是讨论度非常高的，来自去年展会出品的这一款《星球大战》当中的达斯维达，编号是 DX45啊，然后它是一个特别版，这箱子非常大啊，然后最外面当然它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牛皮纸运输箱。可以看到这个牛皮纸运输箱呢，特别版的编号会在上面。它这一个跟普通版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多了一个破碎的面罩。这盒子有多大怎么来形容呢？反正比之前1:6的灭霸还得大很多。可以看到我的手我可以给大家来量一下它整个包装的这个尺寸。首先长，我们来看一下。非常长啊，57，高度都要达到57，宽40，深度22。这一个巨大的箱子，运费也够喝一小壶了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外包装的风格依然是 Hot Toys 星战系列的传统风格啊，这边是一个主体战损的一个样子。这一款玩家都称它为风太大因为 Sideshow 出过一个雕像，风太大就是这样的一个披风的造型然后顶上这边会有一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这边一个封条是非战损的一个面罩头，然后侧面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是单独的这颗真人头，这个真人头真的有的一说非常不错。然后背面就是它的产品的厂家。现在我们就来拆开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包装不只是大，它还非常的重。首先我们把封条给抽出给它放一边，然后再把这个给抽开。这个很紧非常紧。如果是盒控的玩家，这盒子真的抽跟回合的时候要非常的当心，不要给它给破了。这纸本来就比较的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背面，然后我们转到正面，哇，非常帅的一个峰会，很漂亮星球大战，然后有2个造型。然后再看一下这一边的侧面是大的那个披风的另外一角，最下面有迪士尼的一个标志DX45 DX 传统的开箱方式依然是没有变化的，还是从侧面抽拉出纸张相对来说比较厚所以你抽的时候慢慢来，很重很沉，非常沉。我操，里面还有一张峰会，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这个开箱也是比较麻烦，慢慢给它抽拉。OK， 抽出来，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部包装。然后我们把它给竖起来里面这张比较厚的峰会又可以看到一个造型很帅。这包装确实，虽然说比以前 DX 系列的那种开箱方式少了一点仪式感，但是这些峰会确实做得不错。然后我们慢慢抽开，因为直播的时候我已经拆开来过了，所以那些保护套我暂时就已经拿掉了到时候还是会还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体跟真人头，然后抽掉这一张以后当心别让它倒了。可以看到本次的配件跟超大的这个地台手型光剑还有这个特别版的一个配件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件披风，然后里面一层就是风太大的那一个披风它是一个硬胶的一个材料不是软胶。下方就是地台然后尿袋，常规的一些东西，还有2颗头雕也在后面。包装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把主体拿出来看一下本次
这个战损究竟做的感觉怎么样 ？OK， 主体我们就拿出来了啊，整个主体，我觉得这次确实让我非常惊艳的一款作品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颗头雕的这个细节，我就已经不用多说了，比之前的那一款，欧比旺剧中的达斯维达细节更多啊。然后整个本来维达的体型就比较高啊，所以它比例非常好。然后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这一颗真人头雕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眼神，包括皮肤细节纹理的这个刻画。哇，这一次 HT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用心啊，包括头盔头的一些细节，这些烧伤纹理哇，这刻画的真的是非常到位。我觉得就算是细看啊，都完全看不到什么糊的啊。这次工艺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包括加上这一颗可动眼啊，本来它就已经很还原这个海灯的这一个造型啊，包括这颗眼球啊，入模了以后的这一个瞳孔，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面罩细节啊也是有，然后要提醒一下各位玩家的就是前方的这些地方要非常当心啊，把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损坏了，因为这地方确实比较的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面罩的这些地方啊，都是有污渍涂装的。啊，这一点就是做的非常的不错，包括这里细节很棒。然后它的可动眼啊比较难拔啊，从这里拔出来，底部这里去调节，近距离来欣赏一下。它也是一个滑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是个滑槽去给它装上去的，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紧啊。还听到咔嚓一下就按上去了。这个头雕我觉得满分10分，我绝对是给9分的啊，非常不错。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下方的一些细节。首先到了胸甲这里的一些战损细节的一些部分，首先烧伤了这个肉体啊，细看我觉得也是过关的，没什么大问题啊。皮肤纹理包括这件披风的一些烧伤啊，这些痕迹啊，都是有细节刻画。手臂也是，相对来说胸部这个控制器的话呢，我感觉还可以做得更好啊。HT 的水平不止于此啊，我个人觉得。好，然后这些虽然说是塑料件啊，但是它这些蚀刻片、金属蚀刻片的一些刻画也是有做到。砍痕、烧焦痕迹，中间这一块稍微有一点点的糊啊，但是整体的感官上问题不大。肩膀砍痕、灼伤痕迹也有，手臂这里细节也是非常到位啊，里面包括这些管道啊插在里面的这些，哇，腰带部分也是这次做了一些污渍涂装，旧画也是有刻画到每块细节啊，但是就是整个腰带这一圈啊，后面这一圈就相对来说稍微干净了一点啊。但是有一点好的就是，如果这个腰带长时间会爆皮的话，哎，也不影响战损嘛，战损腰带就这样体现出来了，没什么毛病，对吧？而且它整个的衣物这边下方全都是有污渍涂装的，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毛病。啊，就是这一边相对来说，右边肩膀这里太亮了，可以看到啊。如果稍微再做一点污渍涂装，就比如说像脖子这里的这些污渍去做在上面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加分啊。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手臂的这一个细节啊，这个机械臂，哇，这机械臂真的是包括内部啊，里面也是做的很细。这些软管都是真实材质啊，而不是说做了一个固定死的一个胶。手臂也能旋转啊，但是这手臂相对来说比较薄啊，所以动的时候当心不要去损坏了啊，非常不错。手的话，出厂的手给的是一个软胶的一个手啊，不是一个全可动的啊，它没有给你可动手装在上面。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手套啊，常规没有问题啊。再往下看，首先腿部
哇，腿部的这些肌肉线条啊，灼伤痕迹也是做得非常好，包括这可以看到这件披风，摸上去就感觉好像是真的打火机烫过的那种质感啊，很舒服，破损很到位。然后到了机械腿，也是有污渍涂装啊，软管都是可动的，脚掌细节也没有马虎，哇，真不错啊。大腿也是有旋转的空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看一下背面的这些细节，液压杆啊，虽然说没有联动，但是它涂装也是做到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右脚啊这一块小腿甲太亮了，也没有污渍涂装。然后这下方把玩的时候当心啊，这边比较尖啊，不要把你的这个靴子啊皮给蹭破了。出厂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防滑的海绵垫在里面的，好吧？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啊，首先这个尿袋的这2根线没办法啊，又露出来了啊，然后再往下，相对来说这背后也是偏干净了一点啊，只有这一边啊是比较的破损做的多啊，这边都是比较干净，除了边角这里有污渍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可以污渍稍微再溅一点出来啊，没有什么毛病，对吧？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可动啊，相对来说，至今为止所有的绝野里面，它的可动是最好的啊。本来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手臂对吧，都已经战损了，机械臂也外露了，肯定可动会稍微好一点吧，对吧？首先头的可动的话，虽然说这个整个的面雕不能动啊，但是它这个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动的时候当心别剐蹭到啊，没毛病。低头幅度有一点点。抬头也是有的，左右侧头也是有一点的啊。这个可动的话，反正基本上一些比较帅气或者是比较凶狠的啊头的一些造型啊都能做到，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臂，首先手臂的话，左右手啊，肯定左手可动会更好一点啊，本来这一块就已经破损了嘛啊，右手的话还是会有这个肩胛的干涉。抬举啊，这个相对来说好一点，关节很紧啊，把玩的时候当心啊，差不多抬到这样的位置，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啊。这里的话已经有点绷紧了。手肘我们来看一下，慢慢掰啊，不要太用力啊，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觉得90度也是可以，但是呢会有点，因为你看啊，这边的一些塑料件会比较薄，你每次动的时候，哎，它已经挤压到了，看到吧？所以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安全范围，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啊，这手型比较脆啊，很容易掉。然后再掰回去，这关节是真的非常紧。大臂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幅度不是特别大。啊，相对来说这个手肘会可动会更高一点。啊，因为它不是机械手，纯素体的，只是衣物比较厚，所以干涉到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胸腰的可动。胸腰可动，当然了，所有的绝野都一样啊，除了左右没问题，因为它左右这里哎是分开的，它不是一体的，看到吧？哎，这一点就挺不错的，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侧腰抬跟往后仰都是没办法的，前倾也没办法啊，这一点无解啊，毕竟衣服太厚了啊，它这里面的秋裤真的太厚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的可动啊，首先劈叉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绑紧了，前踢幅度也是比较小啊，差不多这样的位置，脚步只能到这里啊，这只腿的话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点啊，纯素体的腿啊就能抬高一点，机械腿就只能一个90度，那比较可惜。后踢几乎没有什么可动，一点点。脚掌都是一样的2只，左右有一点点，但不是很大啊，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一件里面也是有造型铁丝，可以供你去摆一些基础的造型，没有什么问题。OK， 主体方面差不多看到这里了。我觉得个人现在
不玩配件啊，只玩到了这个主体的话，我觉得满分10分9分。对我来说啊，我个人第一，我本来就喜欢爵爷这个角色，也喜欢海登这个角色，所以我对他本来就有一些情怀。然后呢，这一次是我开箱把玩到现在啊，拍视频到现在，达斯维达，我个人觉得是我开箱以后比较激动啊，而且真的挺喜欢的一款作品，好吧 ？OK， 主体方面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海量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了，配件我们就已经拿出来了。首先，我们当然常规看一下说明书啊 ，DX44 跟 DX45啊，同样的说明书。翻开啊，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可以看到啊，它也是提醒到了这2个角，当心不要弄坏。下方也是一些替换头雕的一些注意事项。可动眼的调节，2个头然后特别版的这个战损面罩的一个佩戴方式，看到吧，都有。下面对应的手型，好，然后机械臂可以看到啊，一些注意事项，千万不要去捏坏了啊，都是有的然后手臂，它有个下拉关节这一点是没看说明书的话是真不知道啊。它有个下拉关节，然后让你的手臂的可动会更大一点，能到90度。腿部也是有这个关节，然后有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就是正常的披风一个穿戴方式然后这边是光剑然后光剑的这个线路隐藏尿袋的安装然后最后也是地台也是有一些可动安装的一个细节脱档支架点亮方式最后就是风太大这件披风安装方式要扣进去一点这个挺难扣的真的要当心一点。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点位因为这个披风确实很重如果没有这个点位去卡住的话，很容易倒所以要根据它的说明书来看到吧？一些细节要按照它的来，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帅的一个造型。全部的内容就是这一些，然后现在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它其他的一些配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型，机械手臂也有手型。首先是一个开掌手一个造型，然后一个握拳手机械手的这个细节也是挺不错的。最后握持光剑的手型它没有给到一个可动手就是这些关节都可以动是没有的3个手型。手套手也是对应的3个，首先一个原力的一个造型手，握持光剑的手型，接下来也是一个造型手，3个。好，然后接下来是它的脱裆支架常规的，这下面多了一节透明件，这个就是抵住巨大披风的那一个小卡扣。常规的尿袋跟可动眼调节器这个尿袋上面竟然还给你标了DX44跟45以前我记得就一个 Hot Toys 的一个标志。好，然后光剑依然是2把这2把我觉得比之前的颜色还深一点看上去挺不错的。接下来2把光剑也是做的比较大一把点亮的，一把不能点亮的。断手剑做的是不错。接下来特别版的配件就是这2个，安装上去的效果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还是把头雕给拔下来吧头雕拔下来比较方便展示。这头雕拔下来也是比较方便，但是你当心不要把漆给蹭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真人头
凑近距离，根据卡扣啊，它这里有个卡扣的一个点位，装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在哪个位置？应该是同一个的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是啊，这个是应该是给真人头的，真人头另外一个位置吧？刚说明书上有标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造型是这样的，然后，哎呀，像我这种手残党还是得看一下它说明书的一个安装方式啊。啊，这里啊，它是有2个，都是按照同样的位置，给你2个不同的造型而已。一个是这个，对吧？远看还行啊，近看的话，侧面看有点奇怪。然后把这个拿掉，然后这个是比较小的战损。啊，这个样子，我还以为它是左右的呢，啊，结果是一半一半的。我觉得这个样子也还行，但这个实际上可有可无，啊，这个造型的话，我觉得放在柜子里面还挺不错的。啊，这就是这个配件。接下来，半颗战损头，啊，我们可以把帽子给摘下来。看一下这个细节，这个头我就感觉跟之前的区别不大啊，之前版本的那个战损区别不是非常大，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可动眼，自己用手指也可以去调节啊，问题不大。战损面积这边还是比较光滑的这一半。帽子这里啊，它是有一些污渍跟砍痕的，这一点还是做的不错。好，然后最后是一颗面罩头，无损。只是有一些污渍啊，这个头也是一样，所有的这些头都要当心这2个角，不要去磕碰到啊，磕碰到的话真的很危险。好，然后就是这一件披风，这件披风的话也是有战损，很厚啊，垂感很好，很明显。这边一半也是一些大面积的灼烧痕迹，这边的话相对来说干净啊，连脚这里连污渍都没有，套上去很方便啊。我们拿出主体，哎，给它这样套上啊，对吧？套上了以后，你可以去把这个面罩也行啊。我大致给大家现在不安上去啊，它也是有造型铁丝的，你可以去给它去摆点造型啊，但是我觉得一般也不会放在柜子里面，也不会用这个造型，还是标准的那一个，对吧？啊，这件还不错啊，披风我们放一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地台啊，这个地台非常高啊，它也可以点亮。下面这些软管真实材质，跟马克42的那个大地台差不多，然后它也是可以去旋转。哎，有一定的可动，这一点也是挺不错的啊，左右都可以，很大，污渍涂装也有啊，这地台就是有心了。底座这里也是有污渍涂装的啊，做的还可以。接下来重头戏啊，巨大的披风，整块硬胶，所以这个把玩的时候千万别掉在地上，真的很容易断啊，特别是边角这一些。很大，真的非常大，很重。底部也是有污渍的这些涂装，这些要非常当心啊，不要去弄断了。它不软的啊，不是软胶，不要去掰它啊。然后如果你是双入的话啊，这一个跟另外一个合在一起就是达斯维他的一个面罩，这也已经看得出一半的脸了，非常大啊。在你如果装上去了以后，跟地台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高度大概得60，跟一个1:4的可动人偶加上地台差不多大小了啊。然后这一个也是跟普通的披风一样，从这里顶上，但是呢，这个非常重啊，而且你按压的时候、装的时候，当心把这一层给弄坏。这一层衣物很薄，非常薄啊。装真人头的时候也当心不要去
真人头的下方一些磕碰到，装上去了以后，希望你去用支架去顶一下，不然真的很容易掉啊。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支架，很沉啊。大致装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先稍微摆一下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效果。效果确实很炸裂啊，跟小雕像一样的，非常不错。哎呀，好，配件，所有的配件我们就基本上已经全部看完了。对，所有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本次的达斯维达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我觉得如果你只想放一个，我觉得必然我推荐的是这一款 DX45。啊，实际上你买44也可以，如果你不在乎这个面罩的话，面罩配件的话，实际上无所谓的。然后之后会有个手术台的版本，我个人觉得，虽然说它还没出货啊，但是我自己是更偏向于这一款 DX44跟45的啊，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你。现在的价格呢，还是没有特别的稳定。我个人建议啊，等到小程序还有旗舰店都补款了以后啊，因为这款量挺大的，到时候你再看一下价格，再考虑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适。现在的价格呢，如果你没预定啊，我觉得还是再等等，好吧。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开箱再见，拜拜。